台灣大小事，金價狂噴，你應該先買黃金還是先買房子？哦，先說結論，金價大漲不代表就要去追黃金的啦。哦，那黃金跟房子虽然都抗通膨，但他們角色就是不一樣。如果你連第一間自住的房子都還沒有買到的話，我會先建議你說，先把房子買起來比較重要。你可以貸8成呢，你買黃金讓你貸8成嗎？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上一支影片跟你講了高雄觀光征韓大成功，就韓國去韓國推廣。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討論金價狂噴中這次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金價強彈觸及4300美元，專家說要上攻4500美元，觀察油價、FED。升息預期兩關鍵那內容是這樣，國際金價近期強勢反彈8月7號盤中一度站上每英兩4300美元那未來更有機會上看4500美元。那富邦金控首席經濟學家羅偉先生就表示說，原本的 AI 科技股吸走大量資金，那現在市場開始出現板塊輪動部分資金認為說黃金這樣子就是相對低點，然後要逢低加碼，再加上那個美國伊朗那邊搞事情然後有一種避險的情緒，那就推升金價。那他也提醒說8月底到9月還是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包含美伊談判的結果然後美國央行9月聯準會嘛，9月的貨幣政策方向，如果升息的話對黃金就是壓力，金價還要繼續漲的難度就會增加很多。好，我知道你要講就說阿元你這不是房地產頻道，怎麼變黃金因為有相關性。來，你想一下一般朋友為什麼要買黃金就怕錢變薄嘛，要不然就是怕逃難嘛，對不對？我們老一輩不是說講要買黃金好，那一般朋友為什麼買房子？不是差不多怕錢變薄然後跟逃難是逃不了啦，房子帶不走嘛但是你在暫時還有地方住，這個就很有感覺就是像之前疫情在封城的時候，對不对？那自己有個小窩就躲起來那在外面租屋的很怕房東突然又丟高，又在那邊講說房子要收回去，那你要他怎麼辦？所以金子跟房子在大家的心裡其實看起來都叫抗通膨的資產。那買黃金的人在想什麼我們自產一組也可以參考看看。但我先說，我不是這邊呼籲說什麼去買黃金黃金我看起來目前對我來說的吸引力沒有房地產大。我會直接講一點，黃金又不生租金好，那今天我跟你討論就是金價背後的推手。首先就是有戰爭不等於金價會飆高。我們一般市井小民對黃金的看法就是世界越亂金價越高嘛亂世黃金盛世古董嘛，因為黃金是硬通貨去哪國都能用。那打仗的時候大家就會想把錢換成黃金保平安，因為你被打的時候你家貨幣会不值錢只是这次正好相反中東情勢趨緩，金價反而飆高那現在到底是什麼在推動金價上漲我自己的觀察是兩股力量。第一股力量就是市場認為美元會變弱就美國聯準會降息嘛，這個講很久了那現在看起來是好像不降不太行。董王川普嘛，不是也一直在那邊說，一直罵那個聯準會不降息那降息的話就代表美元走弱，那美元一弱，金價可能有上漲空間。好了，再來你要知道金價為什麼在噴除了美國降息以外，還有另一個力量在支撐金價，就是資金搬家中東一降溫，油價就掉下來那市場緊張的情緒就鬆開了錢就開始移動。那現在全世界科技股是不是前面漲一大段，然後大家都很想跑嘛，因為動不动就是什麼要崩，什麼股災什麼遠超金融海嘯，落袋為安落袋為安去哪裡有的人放房地產有人看一看跑去黃金逢低買進因為他認為現在是相對低點，那買的人多，價格就被推上去但這兩股力量都有变數嘛。中東現在局勢緩和下來，資金才敢出來走動。那9月美伊談判，如果雙方又翻臉，這很可能會發生每次都這樣，我都以為談好了，然後突然又在那邊，結果是川普自己講的那資金又收回去或是美國聯準會9月不降反升美元轉強，資金又跑回去那個利息比較高的地方所以你看中東戰爭趨緩推金價一把翻臉的時候又變數。可是新聞標題就是跟你講說金價變漲反正就看一看啦。
那黃金的部分講到這邊就好。接下來我想跟你討論的是，你應該要有一間房子來放黃金。我當然不是叫你說真的買一間房子，然後把金條塞進去，或是一個保險箱，然後塞金條。我要跟你說的是，黃金跟房子雖然在大家眼裡都是能保護資產的角色，但他們的定位不太一樣。黃金的優點就很單純啊，你擔心通膨，你擔心貨幣貶值，你擔心國際局勢、兩岸局勢，那你放一點黃金，它不會幫你生錢，但它可以幫你把購買力留下來。那房子又多一個特性叫使用價值。你可以自己住，你可以租給別人，那升租金，然後房地產還有可能有上漲的空間。我講是有可能，我已經很委婉了。那居住正義大俠不要亂出來。所以你問我說黃金跟房子哪個好，我會先問說手上有沒有房子？如果已經有房子，而且資產大多數壓在房地產，想放一點黃金來分散風險，這很合理。但如果你連一間自住的房子都沒有，看金價在噴就想追黃金，那你要不要先追什麼什麼台積電之類的？那房子很像地基啦，地基就是拿來保護你全家的你全家的保護傘，支撐你們全家的生活品質。那黃金就像是你安定下來以後你買的保險，保險只是拿來降低意外。那你地基都還沒打好，你就急着要買保險，這順序就弄反了。不要看到什麼漲就覺得自己一定要有，然後就在那邊很焦慮。講到這個又要提之前有一陣子超級流行的東西叫美債，有沒有聽過？美債，我也沒說美債這種東西不好，但是之前就出現很多那個美債戰士啊，就說什麼美債安諾都安諾，就沒有放1000萬在美債的話不要跟我說話，然後之類的很蒼秋的樣子。然後現在他們叫做什麼債蛙，呱呱呱就被套了之類有沒的，但我們也不能說他錯嘛，對不對？每個人都不是白痴。在做決定、做決策的當下，都是綜合當下所有情報最漂亮的決策。事實證明，美債到現在好像也還好。要是突然那個股災讓它崩起來，美債又噴到天上去所以我嘛不在黃金我認為就有點重成分，你知道，所以我還是認為說，看現在的房地產，台灣房地產還是比較，尤其是中古屋房地產是個巨大且複雜的市場。一講房價跌，我跟你講，蛋黃區市中心高樓層有景觀正三房平車的中古屋，它是要跌什麼？我們自己在看都沒什麼動啊，都沒什麼問題啊。但是預售那邊又是別的風景。總之就是說，你資產白白走，那你就先思考說，這個資產在你人生中扮演什麼角色？你願意花多少代價去持有它比較重要。黃金可以保值啊，房子也可以保值啊。那房子除了保值以外，還解決一輩子躲不掉的問題，叫做你要住哪裡嘛，對不对？然後再說了，現在你有300萬，你要買黃金還是要買台積電，還是要買0050？有沒有看也知道是另一邊看起來明顯市場中比較有吸引力，而且是非常有吸引力才對嘛。講完了我整理一下，今天我跟你講了黃金為什麼突然大漲，以及金價背後真正影響價格的力量。那我幫你看了說美元走弱、資金搬家、國際局勢啊、利率變化等等有沒的，都可能讓黃金上漲，也可能隨時下跌黃金以前是不太動的東西，就不會有人理它的。然後最近黄金的波動也是非常的誇張，從美伊戰爭開打之後，金價就變成一個也是風險的標的結論就是黃金跟房子都能抗通膨，但它定位不一樣。黃金比較像保險，房子比較像地基。你現在是連自住的房子都還沒有什麼金價大漲你就想去追，我真的是認為沒有這個必要。先把你的生活、把你的家人都照顧得好好的，再去考慮怎麼上保險比較合理。最後我想問你，如果你手上有筆閒錢，你會拿去買黃金還是房子？A. 買黃金，我怕錢越來越薄。B. 買房子，房子越多越好。C. 都不要，我要拿去匪類。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啊？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意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
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哦，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哦，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哦跟我說有74%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哦。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哦，講八卦。我突然想到一個好玩的問題呢，就是黃金這種東西哈，為什麼全世界的人類對黃金都有一樣的共識？這有點誇張哦。就是你看哦，古埃及人愛黃金，對不對？圖坦卡門面具什麼都沒的。中國人愛黃金，而且愛黃金從什麼時候就開始了？一直以來每個朝代都愛哦。歐洲人愛黃金，南美洲很多古文明也愛黃金哦，非洲也愛黃金，什麼酋長才有一根小金棒棒哦，那我們都看過啊。問題是這些文明以前沒有網絡呢，那個彼此這樣都是獨立的呢，都彼此也不知道彼此的存在，除了哥倫布嘛，不然這之前大家過自己的日子。怎麼大家第一次看到黃金都會得到同一個結論，就說哦，這好東西，這 OK 好，這我要留起來，這東西很珍貴，為什麼？所以我就在思考說，我們人類是不是其實是被洗腦幾千年哦？以前啊，神秘組織哦，然後偷偷告訴全人類哦，說你看這個哦，這是黃色的東西很貴，你看到你就要撿哦，這邊有哦，這種附近長這個草的，就底下可能會有。好，你趕快挖，這是真的哦，一種雜草，然後它底下有黃金的話，它草的顏色不一樣。好，那你就趕快挖哦，然後挖起來之後你就把它存起來哦，不是這樣哦，那就是說黃金本身這種貴金屬哦，它有它特別的條件哦，這個特別到犯規了。第一，它漂亮哦，它不是黑黑的什麼，然後黃金就很漂亮，它不是那種普通的銀白色金屬，因為那個銀白色金屬哦，在古代哦很容易會被。但金屬有金屬的光澤，但是你遠看那跟石頭一樣，那近看發現它反光什麼有金屬光澤，可是黃金就是獨一檔的哦，金黃色的。以前的話，銅也是你知道銅鏡這種東西嗎？我們古人用的銅鏡，銅鏡打磨完拋光完以後超亮的嘞，真的是可以當鏡子嘞哦。那你看這個也是就黄金的珍貴哦，它很稀有，它很特別，很漂亮。來第二個稀有啊。就是如果黃金跟沙子一樣到處都是，那就沒有人要啊，它一點價值都沒有。我們現在會說那個海邊的沙子，我們即使知道說什麼台積電、晶圓都是那個海邊的沙子做出來的，不是很常聽到這種奇怪的話嗎？我們也不會覺得海沙很珍貴啊。那黃金它稀有，可是也沒多稀有，就稀有的剛剛好。你不能說全國只有5克放在總統府裡面，那也不行啊，那就跟平民老百姓一點關係都沒有哦。然後第三個，它很耐放，鐵會生鏽嘛，銀放久會變黑嘛。黃金它可以傳承呢，一代傳一代，然後都還是黃金的樣子呢。這個特性對古代人來說就很重要哦。糧食會壞，木頭會爛哦，古董會怎樣哦，很多東西就是大概撐幾十年就沒有了。黃金你先挖到一塊。然後幾百年後挖出來，它還是那一塊哦。你傳給你的兒子你的兒子傳給你的孫子，這樣一路傳好幾代，都還是那個黃金哦。然後它有一個更犯規的特性是它怎樣？它好加工。黃金很柔軟嘛，延展性非常的好。黃金我去拿來給你看一下，這個就黃金的項鏈愛心形狀的它在網絡上那個圖片那麼大一顆，我靠，我買來怎麼講？鼻屎大的黃金鼻屎般大算了，就是黃金对啊，漂亮嘛然後做成各種飾品就是這樣。那黃金它好加工，好加工有一個特別的現象叫做它怎麼樣？它很適合拿來炫富不用現代科技古代人都做得出來就做成項鏈啊，做成面具啊，做成什麼權杖啊、神像啊非常適合拿來炫富。不僅是富可能是那個地位的彰顯。你想想看古代的國王要告訴大家說林北很有錢，那他怎樣？他拿出100公斤的糧食大家說好我看你也吃不完那他拿出100公斤的木頭拉出來，都說好
他全身穿金戴銀哦，這樣子走出來，哇靠，那個人真的很有錢，因為他閃亮亮的哦，就是這樣。所以黃金就慢慢跟權力的象徵哦綁在一起哦，甚至是神聖哦。它黃金就具有那個神性哦，跟財富啊、權力啊、地位啊，哦，跟神性啊綁在一起。國王戴黃金，黃金就變成權力哦。啊，祭司用黃金哦，黃金就變神聖。就那個巫醫啊、巫師啊，他們用黃金的話，你就覺得哇，這真的很厲害，神秘的力量哦，這個東西。那黃金哦，就開始變成一種財富了。這件事情開始滾雪球，然後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挖出黃金嘛，這些作用、這些特性都慢慢一起發酵，所以古人都覺得說黃金這是珍貴的。真的，你把一個古代的中國人跟古代的歐洲人，他們根本都沒看過對方，也不會講對方的話，可是他只要拿出黃金呢 ，OK 是可以做生意的哦，就這樣，大家都同時認為說這個很珍貴，它不存在說哦你是什麼東西啊，這個在我家鄉那邊到處都是啊，並沒有哦，大家開採它都有一定的難度哦，稀有又稀有的剛剛好，所以就這樣，大家都會想要用黃金哦，有錢人都要用黃金，大家就覺得有錢人都要用哦，那黃金代表有錢哦，那我也要啊，這樣子經過幾千年哦，就形成一個非常強的共識，黃金就是珍貴的象徵。所以說人類是不是被洗腦？某種程度上有一點哦，有一點是這樣，但真的不是有一個像柯南的神秘組織，在古代的時候周遊列國去跟他說這個就是黃金哦，你們要想辦法挖出來，然後要寶貝它，這樣不是，而是黃金的本身的條件很好哦，那古人發現它很特殊嘛哦，那權貴拿來炫富嘛，宗教又給它神性哦，神聖的意義，社會就形成共識。所以為什麼黃金這麼容易被全世界不同的國民選中哦？這個應該就是因為它的物理性質哦，它怎樣？它夠漂亮，它夠稀有哦，它不容易腐蝕，它可以傳承很久，它又好加工，然後它又沒辦法被大量製造。你要知道假的当然是可以嘛，然後你要驗出什麼是黃金有很多手段嘛，這幾個條件都加在一起哦，不好意思，只有黄金做得到，就變成一個珍貴的資產啦。所以黃金就是大家相信，所以我個人認為黃金哦，就是它一半是物理特性決定的，然後另一半一樣就是人類的共識，大家相信它有價值哦。像美金就是真的是大家完全相信它有價值，它才有價值哦。美金沒有什麼物理特性啊，它說印就印了哦。川普不是都要印嗎？那個黃金的話，它要生都生不出來。你突然有一大堆黃金，大家只會說你這是假的哦，因為那麼難挖，為什麼你可以突然有那麼多？所以幾千年的文化哦，幾千年的財富觀念，就賦予黃金這個特性哦。這就是我覺得黃金這個很奇怪的地方嘛哦，它不會生租金啊，它也不會配股配息給你哦，它也不會自己出去幫你賺錢，可是人們就是願意哦，在這個金黃色漂亮的黃金上面就投入大量的財富，一直投，一直投，一投就是好幾千年。